中俄海上军演释放的信息异常重大，或已做好跨过鸭绿江的准备。大家好，我是肖云华。伴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转移，原本就颇为敏感的东亚地缘政治，终究还是被挑动。半岛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中俄朝美日韩两个阵营的对立彻底成型。而在这个背景下，在日前开始的中俄海上军演中，我国动用的部队很特殊，代表的意义也异常的重大。为什么说它很特殊呢？这次联合军演有3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第一，这是中国邀请俄罗斯来参加。第二，演习地点选择在日本海的中部，距离日本本土仅仅只有400公里。第三，演习的主导方是中国北部战区。先来说说第一个，在俄罗斯陷入持久战的背景下，中国邀请俄罗斯来参加演习，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尤其还是北约集团步步紧逼的背景下。第二个特殊的点是日本海的中部，地理位置上基本就已经把中俄想要表达的东西说得清清楚楚，就是防止日本和韩国的挑衅。前者是美军在亚太的最关键的军事基地所在国，中俄舰队在日本海集结，基本就是在给美国下了一个明确的战书，如果要打，主战场就是日本，中俄不会被动防守，一定会拒敌于国门之外。而后者呢，则属于关门打狗，韩国人就别指望美国来救他了。而第三个特殊的点，也是最核心的暗示，北部战区。这次北部战区主导中俄海上演习，基本上有2个含义。第一，中俄深入合作，互信增加了；第二，就是北部战区恐怕做好了跨过鸭绿江的准备。战略上来说，日本作为主战场，必定是烈度最高的战场，也一定需要地面部队来负责驻守和推进的工作的。而就登陆来说，北部战区从半岛过来，跨过狭窄的日本海峡是最快的方式，还能帮助加快关门打狗的效率。这个其实挺好理解的，我们最近总能听到有舆论说美国会不会介入台海，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解决不了中国本土大量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同时，日本有美军在东亚最核心的军事基地群，一旦丢了日本，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优势必定被严重的削弱，向北甚至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解放军一旦从北令海峡登陆北美大陆，拜登只怕是睡不着觉了。所以，中俄将战场设在日本，美国人就必须得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中俄军演还揭开了中国在6月底的一次伏笔。我国在6月底曾经组织了一支舰队，有1艘075两栖攻击舰，1艘052D， 1艘054A， 1艘电子侦察船，1艘补给舰组成。这一舰队突破第一岛链，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演习，距离位置的话就在日本海南部海域。到如今，这支舰队也没有返回的消息，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同一时间地点，在日本的北部和南部同时进行军事演习，这也已经足够证明中国的确是准备将主战场放在日本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